大家可以看，这是呢一个摄像头，晚上11点半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有东西在屋里飞过，而且非常大。因为这个摄像头呢，在屋里有动静、有东西在走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发出警报。现在呢，这是从高倍放大以后，大家可以看，仍然是15号23点，这是放慢镜头。你能看到这个东西离镜头不是很远，很大，然后飞到天空上面去了。现在这是又放的一个低倍镜，大家可以看。大家可以看这个位置啊，待会儿这个位置要起来。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地方，刚才在这个地方，刚才也有个东西飘起来。哎，刚才这地方中间有一个，大家仔细看，哎，右边这边有一个，看飘下来和突然上去，从这个摄像机的前面飘过，又有一个飘起来。有时候想的是小虫子，但是呢，有时候它又不像是虫子。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慢慢的看，这个不像是个虫子，像是一个灯光照射似的。现在照在沙发上了，对吧？这个不像是个虫子，像是个灯光。但是这个灯光大家注意啊，这个摄像头是靠近墙放的，所以如果这是一个灯光从窗户外边照进来，照到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边已经很靠墙了。大家看这个，如果是灯光到下边以后，它转方向，从这地方转方向，而且一下就变得很大，跟刚才那个很小的不一样。看一下变得很大，而且上来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灯光，但是它又不像是个灯光，像是一团云雾。好，大家看刚才这地方又飘起来，这是有重放，这中间这个最大这个从下边直接快速的上升到天花板上面去了。这是给大家放的一个全过程。大家看这地方有一个好像是光线下来，同时呢这边又有一个。大家注意看啊，这地方你看起来像灯光，其实不是灯光。待会后边呢我会给大家放慢镜头，也就是这上面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如果能照到房顶这个位置呢，它的角度是非常大的。好，现在呢重新给大家放。大家可以看右边这地方有一个飘起来，这地方还有一个，照到这个画子上面了，然后就没有了。就是如果是灯光的话，你这上面能够看到一个光束，你没有看到光束，所以说不像是一个手电筒的照的灯光。大家再看，这是慢镜头，非常慢，看这个非常大，因为大家看上面这个吊灯是这么大的，它这个呢照的影子非常大，而且一直向上走了。咱们再看这上面天花板上这地方有一个像是灯光一样的东西，慢慢照下来，但是你从这远处看不到一个光束。然后这边转到这个墙上以后，继续向下走。因为这个是晚上3点多，所以说就是不可能，如果一个人拿手电筒照的话，也不可能是这样的轨迹，因为这边已经靠房子的最左边了。大家可以看右边这地方同时出现大亮光，因为这个亮光如果是手电筒的话，它照的墙上，这个地方是一个那个
火警的报警装置，大家看看它能把这个报警装置挡起来。如果是灯光的话，照到这个报警器的话，这个报警器会更亮。它不但不亮，它反倒把这个报警器把它挡起来，好像它是一团云雾似的。那么如果它是一团云雾，情况都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又重新放了。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有个阴影，刚才也会一闪一闪的在动。大家看，这是刚才重放的，这是快速的，正常速度，它走得很快，就过去了。这地方也有。有时候呢，这个地方看天花板这儿刚才有一个亮点，这地方有一个东西飞起来，这个飞得很快的呢，有时候你看着像是虫子，但是它又不像是虫子。因为晚上呢，它这个是摄像头呢有红外线，所以说它的夜视效果比较好。看，这是要重放，这个影子很快就消失了。这个呢是也飞得很快，上面这地方又开始了。好，这是我用放大了以后，专门给大家看这个大的亮光啊。它这个光线如果是灯光照到这个报警器的时候，看到没？报警器被挡起来了。就是正常，如果是灯光照到报警器，报警器应该是变得更亮。那么这一团呢，在经过报警器的时候，报警器看不着了，说明这一团呢好像是烟雾似的。那如果是烟雾，那么这个烟雾从这个墙角开始，然后向左漂移到左边，所以说这是非常诡异的，就是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看现在大家可以看清清楚楚的，这是火警的报警的这个装置，在这个墙上钉着。那么如果正常这是一个手电筒的灯光或者汽车的灯光，你照过来的时候，一旦照到它，你就能看清楚它是一个报警装置。那么等它到这里的时候呢，反倒大家可以看这个黑黑的这个报警装置看不到了，也就是说在它前面罩了一层东西，那么就不是手电筒的灯光了。好了，现在呢，我通过这个抓拍的镜头再给大家综合来分析一下。这是呢最早我们看到的这个离摄像头比较近的这个东西，这个明显的是一个飞行物，因为你能看到它很快的飞起来。因为它靠的镜头比较近，所以说呢，在红外线灯光照射下，你能看到这个阴影非常大。这个非常大的，大家看，这是茶几，这上面的这是吊灯，这后边的沙发的靠垫，这沙发的靠垫大概是50公分的，50厘米宽的。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不明飞行物是非常大的。当它飞上接近天花板的时候，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是不透明的。为什么？您看不到后边这个墙壁，对吧？另外也说明这一团东西呢，它的致密度很高。如果它像一团烟雾，这个烟雾的致密度很高，所以说你不能透过这个烟雾来看到后边的墙壁。所以说它肯定是一个不明飞行物。如果你说它像不像一个虫子，从它的形状来看也不像是一个虫子，对吧？有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是虫子离你的摄像头很近的话，那么你就看出来就变形了。但是这个离摄像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大家看，这是个3V的这边的扶手，所以说它离这个摄像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好了，咱们再看下边这一张。这一张呢，同样在这个小角落的地方，这一张呢比较淡一点。你可以看这一团呢东西看起来像是灯光，因为你透过这一团亮的东西呢，能够看到沙发的这个扶手。然后这团灯光向上走，如果它是灯光，这个地方又变形了，变得更大了。那么你透过这一团东西，能够淡淡的看到后边的背景，包括这个画的下边这个圆儿。大家可以看这个，实际上图像已经变形了。大家可以看从这个亮的地方，这个下边这个圆呢，它比这个实际上的黑的地方这个圆要高一点，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这个图像的折射。所以说我仍然怀疑这一团呢是像一团烟雾一样的东西。那么通过这个烟雾，
这个光线呢会受到折射，会受一定的变形。所以说你看到它好像是亮亮的，好像是灯光把这一块照亮了，其实仍然不是，只不过这一块淡淡的云雾正好和后边重叠了，所以说你能看到它好像是亮了，其实并不是像灯光把它照亮是一样的。咱们再上面看，随着这团东西向上升以后，它变得更淡了，也变得更大了。因为它变得更大了，所以说它就变得更淡了。那变得更淡了，它的透光性也就更好了。所以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你就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这幅画的上面的边界。当然，你看到这个边界呢，仍然有点变形，它好像呢比两边的要窄了一点，对吧？实际上呢，也就是说这一团烟雾呢到了上面以后，这个光线穿过它的时候呢，通过了变形。所以说我还是只怀疑这好像是一桶烟雾的东西，但是这是在红外线照耀下才看得到，可能白天你在屋里是看不到这样的东西的。这是从远远的看到窗台的这个现象，大家可以看，在这一团东西接近我这边，这个是防火的报警装置，防火警报器了。在这一团东西接近它的时候，你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报警装置，对吧？等它给它重叠的时候，你看到的很清楚，这一团东西非常亮，但是报警装置已经看不到了。也就是说，这就从另外方面证实，这一团东西不是手电筒灯光，也不是汽车的灯光，因为否则你会想着，是不是窗外这个有人开汽车进来，或者有人拿灯光拿手电筒向里照，这个明显的不是手电筒。因为如果是手电筒的话，你照到这个报警器的时候，报警器就会更亮，对吧？我们平时都是这样，我拿手电筒照报警器，你就能看到，这个报警器更清楚了。这个明显的是被遮挡住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非常大的一团云团在屋里边。大家看，这是窗子，窗子是多大的？这个窗子是非常大的，这个云团呢好像窗子的窗口这么大，非常大。我再把它放大以后，你可以看啊，这是这团云团，非常大的云团，在红外线照耀下，你摄像机才能照到它，实际上肉眼呢我们是看不到的。另外呢，大家可以看，这是被遮挡住的这个防火这个警报器，你明显的可以看到，当这一团云雾走到警报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警报器你是看不到的。当然了，这个云雾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通透性，大家可以看这个窗沿你仍然能够看到。所以说实际上这一团呢仍然是一团云雾，这个非常有意思呀。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有这种UFO 也就是不明飞行物的爱好者呢，你可以帮我一起分析分析，看看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你要有不同的见解，请在下方留言，这样咱们共同探讨。因为我对这个灵异现象是一直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在我5岁的时候，我曾经看到我们家里有2个女的站在我家的桌子下边，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么后来还有一些很多我遇到的事情呢，就是用正常的情况没有办法解释。那在这个传说中间呢，民间传说呢，你可能听说过，有人说有平衡世界，也有人说人死了以后会有灵魂，这阴魂不散等等。其实呢，有可能确确实实会有一种平行世界，就是说在人死了以后，他会有一种气，有一种灵魂一直在空气中飘忽不定。那正常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它呢实际上也影响不到我们人类，所以说是2种平行的世界。那在这平行世界中，如果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说你的这种技术能够检测到的话，有可能你都能看到了。那这是我自己家的摄像头里照到的情况。为什么我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家的摄像头一旦前面有东西走动，它会发出警报。所以说我发出警报以后，我立刻赶快查看这个它摄像的情况，就抓拍到了这种非常珍贵的视频。那么通过给大家一起分析探讨，咱们有可能能揭示这一些非常神秘和非常玄妙的一些科学的背后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认为呢，咱们所说的鬼和神的这种传说呢，有可能都是事实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罢了。如果说你确确实实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话，请你也仔细的观看我的视频，和我一起进行分析，咱们共同探讨这个神与鬼背后的那些科学的一些道理。好了，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的话，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的视频了。谢谢你的收看。